你有没有听过这些话？你找的对象我不满意，你非要把我气死吗？我把你养这么大容易吗？你现在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点，那些最爱你的人，有的时候可能在无意中也会给你制造心理压力。首先，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情绪勒索。简单来说，情绪勒索是通过制造内在的压力、恐惧或羞耻感来影响你的行为。当我要求你去做某件事情，而你又不愿意的时候，我用情绪压力让你感到不舒服，最终你会选择妥协。这就是情绪压力。最重要的是，很多父母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，他们觉得这是在关心你，是在为你好。从心理学角度来说，情绪勒索有3个核心要素：需求、阻力、压力。比如说，妈妈希望你回家吃饭，这是需求；你说要加班，这是阻力。然后他说是工作重要还是妈妈重要，这是压力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如果你长期处在这种模式下，你很有可能会无意识的把同样的方式引到其他关系里面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种相处模式你很有可能会用到你的孩子身上。如果你没有做出改变，你的孩子也会使用这种模式。想想感觉好可怕。今天我就教会大家如何识别和应对。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第一种，道德绑架型。我们那么辛苦都是为了你，你应该感恩。你就这样做对得起我们吗？这种类型的父母会把他们牺牲成你的债务，让你产生深深的内疚感。第二种，威胁恐吓型。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不要你了，你气死我算了，我的心脏病都是你气的。他们通过制造恐惧来控制你，让你害怕失去他们，或者承担严重的后果。第三种，比较羞辱型。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，你这样让我们很丢脸，我们怎么生了你这样的孩子？通过和别人对比来打击你的自尊心，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。第四种，假装可怜型。我老了，没人要了，我这辈子就指望你了，算了，妈妈的话你都不听。通过装可怜来激发你的同情心，让你主动妥协。这种方式是最难应对的，因为即使你知道这是一种面对策略，但父母的示弱很难不心软。认出这些模式只是第一步。现在我要告诉你的，为什么这些话有如此的杀伤力，以及他们会对你造成的心理创伤。为什么我们会受到影响？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形成的模式。从童年开始，我们就学会了通过让父母开心来获得安全感。父母高兴，我们就感觉到安全；父母不高兴，我们也会焦虑。这种模式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潜意识里。第二个原因是文化背景的原因。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孝顺、听话被视为美德。如果不听父母的话，我们容易产生负罪感。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核心的一个点，我们内心深处仍然渴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关爱。无论我们多大，这种需求它都存在。那么长期形成这种情绪勒索将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？首先，我们会养成过度向内看的习惯，就是经常为别人的情绪负责。其次，我们很难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，不懂得如何合理的拒绝，也很容易被别人利用。最后，我们
自我价值感会受损，总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听起来确实比较严重，但是大家不用担心。接下来我要分享3个非常重要的方法，帮助大家逐步缓解这种影响，帮你重新夺回人生的主导权。第一个技巧叫情绪分离。当父母开始情绪勒索时，不要立即回应，你要清楚地知道，父母的这些情绪不是你的责任，是他们的错误观点导致的。你虽然理解他们的情绪，但是你不承担他们的情绪。具体的做法是，我用理解你的感受来回应你的情绪，用但是来转移话题到具体的事情。第二个技巧叫做一致性响应，就是无论对方说什么，你都坚持你的立场和观点，不被他们的情绪带偏。比方说，你这样做妈妈很伤心，那你就告诉父母，我理解你的感受，但我的决定不会改变。父母会说，你就是不爱妈妈了。你可以回答，我爱你，但跟这件事情无关，我的决定不会改变。坚持你的立场，切记不能半途而废。第3个技巧叫边界设置，你需要明确地告诉父母，什么样的沟通方式是可以接受的，什么样的方式是不可以接受的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再继续这样说，那我就要挂电话了。如果你不能尊重我的决定，那我们今天就不聊这个话题了。说到做到，如果你设置了边界，就一定要坚持。记住，设立边界不是不爱他们，而是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。摆脱情绪勒索，它是一个过程，需要时间和耐心。不要试图改变父母，可以先改变自己的反应，尝试用上面的几个方法跟父母沟通。当然，你不再被他们情绪控制时，他们自然会调整策略。跟父母建立清晰的边界，并且保持边界，告诉他们什么可以讨论，什么不可以。如果情况比较严重，那就不要犹豫，寻求专业的帮助。学会了这3个技巧，接下来我们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改善策略。首先要明确的是，改变这种互动模式需要时间和耐心。我们的目标不是跟父母对抗，而是建立一种健康的、平等的关系。第一步，从改变自己的反应开始，不要指望父母立马就改变他们的习惯，从先调整自己的处理方式开始。当你不再被他们的情绪左右的时候，他们也在逐渐调整自己的方式。第二步，建立新的沟通模式，多用事实和理性来沟通，而不是用情绪。明确告诉他们什么话题可以讨论，什么话题需要暂停。第3步，如果情况比较严重，建议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助。这并不意味着你有问题，而是为了更好地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。最后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，真正的爱是尊重，不是控制。当我们学会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的心理边界时，我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健康和真诚。虽然说有一点点难，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支持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和想法，我会认真阅读每一条评论，并且在下期视频中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别忘记关注我的频道，获取更多你关心的内容。我们下期见。